上次我们互相分享了街霸6当中玩起来艺术成分极高的角色们，他们能上榜啊，就是因为其难度之高，玩家需要大量的时间练习才能得到对应反馈的角色。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这些角色对于新人玩家来说实在是有点望尘莫及了。正常来讲啊，作为一个新人入坑这个游戏呢，在没有格斗基础的情况下，依然需要花巨量的时间去学习最基础的知识。尽管这是每一个格斗游戏玩家必然会遇到的情况，但是每天打游戏都像在考研的话啊，未必有点太费精力了。那么恭喜你们刷到了我的视频，今天就让我来为各位新玩家分享一些适合新手的角色，并且和他们的邪修玩法，让我们一起对掉脑子，好好享受短期内能给予你正反馈的公式打法。这一次的角色和玩法分享，我会按照大师1500的标准线向下分享啊，尽量让每一个分段的新手玩家们都能有对应的角色和其玩法。不过友情提醒啊，本期的内容不包含正经教学，且可能具备一定恶搞成分。想要打好街霸6啊，建议多看看高手录像和其他主播的经验分享啊。首先从 M1500的标准线开始，我首选推荐的角色啊，就是我们的维嘉大人。维嘉这个角色其实从一上线开始就在无脑这一块啊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么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况呢？首先在这个分段的玩家能做到最基本的民工连就行，剩下练习的时间啊可以留给晚上翻页找电影。进攻层面全程围绕绿冲拳脚出发，就可以拿到很多的机会。因为即使已经到了大师分段，但这个分数下的对手能盯准你绿冲的机会不多啊，而且绿冲就不断在下倾角和投掷间来回的换就行。绿冲下倾角之后呢，是可以接战中拳，同时战中拳可以取消维嘉重版本的炸弹，中版本的炸弹打中之后呢，又可以稳定的绿冲压起身。那么就是在不断的投和压起身当中啊，让对手心态爆炸。在例会当中，各位新人朋友只需要拼命练习下冲拳取消欧弟剪刀脚接炸弹和绿冲拳脚的取消炸弹啊，就能给予对手10分大的压力。然后啊，再加个剪刀脚玩法恶搞对手。哎呀，维嘉剪刀脚你一旦摸中了啊，就3个选项，看着心情来。第一个啊，下段起手3点取消电钻；二一个呢就是投完还能压起身；第三个啊就是后重脚背防加1啊，打完啊接着点轻攻击。然后啊就是很多人不一定可以做到稳定对攻的28K，28K 在对手防住之后啊，是我们自己有利的。就在这个有利的时间里啊，中拳啊重脚啊瞎按就可以了。哎呀，对手不动啊就直接投他。总结一下啊，就是不管3721，绿冲下倾角和绿冲头疯狂拷打，摸到啊就是压起身，配合上维嘉大人常规连段下也有恐怖的伤害，想要战胜你同分段的朋友啊，还是轻轻松松的。我想这里啊，会不会有新人朋友说啊，我啥也来喂，你龟儿说到底推荐的这些角色再无脑吗？还要学点连招嘛？我要是连招都不熟练，那我不是没得机会了哟？当然不是，我的朋友。如果你觉得维嘉大人那个连招玩起来有点困难的话，那么我推荐的第2个角色你一定不想错过。那么让我们继续向下兼容，让我来为大家推荐钻石段位的邪修玩法。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中华街的醉拳小子杰米哥。首先，无论你玩这款游戏用的是现代还是经典，你只需要有一个红色按钮，就可以用杰米在钻石段位叱咤风云。而这一招啊，就是他的嘟。在使用这个核心招之前啊，让我为新玩家们啊做一个小科普啊，以便大家理解。就是街霸6这个游戏啊，分为轻、中、重3个版本的攻击，只有轻攻击啊在连续按的时候呢可以连发出来，但是其他拳脚啊一般都不行。但又因为啊这个连发系统，使得一些轻攻击在原本被防帧数不利的情况下，也能继续压制对手。也就是当你快速按下轻攻击的时候，对手一旦抢招就会打康。但是不是所有轻攻击连续按就能打连防的。举个例子啊，加米压制对手常用的轻拳接轻脚就不属于连防，而我们杰米哥的嘟发生时间是5帧，也就是对手只要出的不是连防，他就算按个别的轻攻击的话我杰米哥都可以见缝插针。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无脑玩法。每一次对手连点压制你的时候，不管3721就是嘟上去打到康了就去投他，打出缺反康就接一个连段。久而久之，但凡对手投不铁了，都会怕你3分，到时候就自由发挥。然后我们在对局里呢，要是发现不好近身了，就直接欧弟推着，被防只是-2，打中就是血赚然后我再选一个现代模式，一键对攻和大招聚合，这3板斧下来拿去打网战，高矮不被几10个玩家拉黑都对不起我分享的这种邪修打法呀。如果大家要是觉得嘟的邪修打法还不够邪，还不够简单的话，那你可还真有点贪哈。不过我倒是还有一个角色可以满足各位邪修新人的坏心思让我们来迎接适合在白金分段以下比维嘉无脑按和杰米嘟还邪门的玩法——快车流老伤。这个邪道玩法大家只需要记住2个东西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对手发波的话，你就蓝防；对手跳，你就魔力转圈圈对攻。在保障基础防守的情况下，我们再看老伤的中攻击，它的距离是多远。记住这个位置这个长度就奠定了这个歪门邪道的核心点。这个键叫做技能键。当你选择老伤的时候呢，你原地按 SP， 它会出
出指令头，但是你拉后出 SP 啊，它就会变成3个招式。而我们记住老伤中攻击的距离，就是为了让它稳定触发这个西伯利亚大快车。我们放到实战当中啊，慢慢靠近对手，不需要走得多近，时刻观察对手有没有进入老伤中攻击的距离范围。记住啊，太近了就直接出指令头，太远了呢就不要动。估摸的合适了啊，就直接一个快车过去。这一下啊，基本在新手分段啊是没有人能够稳定规避的。最后的最后啊，当你的手里有3个能量槽的时候，再没事指天啊，那么恭喜你啊，你将快速收获啊这款游戏啊带给你的快乐。哦，孩子，如果你连老伤这种邪修玩法都觉得费劲需要练习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需要重新估量一下你对这个游戏的期待了。但真的你还想再找一个完全不用带脑子的角色的话，那我只能让那个男人出场了。那我们迎接白金段位以下所有玩家都会为之心惊胆战的角色——本田。哎呀，兄弟，耍他呀，你只需要记住这个招式哈。这个黄色的箭头呢，意思就是你要一直拉到后，然后这个 SP 呢就是技能键，然后再进阶一点的话哈，你还可以一直蹲到，然后同时按上加攻击键，然后呢就在这个游戏里面啊不断重复用这2招就可以了。这2招啊，甚至在大师之前呢，好多玩家都没得一个稳定的对策。这个呢也是为啥子本田啊这个角色在新手区里面啊能够这么烂，耍起来还一点都不带脑子的原因哈。不过说句实话呀，这期视频啊算是我上期的姊妹篇了。上次嘛是介绍难度超高的角色，这次呢主打的就是纯无脑。这几种玩法呀，就是我为新人玩家啊总结的邪修打法。但如果你想好好玩这个游戏的话，我建议啊从最基础的系统开始学习，然后再慢慢感受什么是木压，再去了解帧数的概念，然后进阶到连段、压起身、折、虚晃，再到中局的走位、距离、资源、伤害计算等等。这一期啊说实话可能会误导一些想认真玩游戏的玩家们，但是格斗游戏啊其实在很多路人眼中也是一个平时没事干活跃气氛的道具而已。想想小时候我们在电脑课上玩的死神 VS 火影和闪翼拳皇这些游戏，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懂格斗游戏的逻辑，但同样玩的不亦乐乎。我同样希望现在的大人们也能没事干把街霸6当做社交工具的同时，稍微获得一点假期中的快乐。也由衷向这样的朋友们推荐这款游戏。格斗游戏啊是一个你玩10年甚至更久都依然会带给你新鲜感的游戏，同时它也可以成为在你孤单时可以一起陪伴成长的朋友。刚入坑的新人朋友们，如果你们一直在困扰打不过网络对手的话，不妨啊可以试试他们的游历模式，然后再慢慢一点点的学习系统，再用人机去练手。相信啊很快大家也可以成为真正的格斗家的。那么以上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伙儿觉得还不错的话啊，千万不要忘了关注订阅我的频道，后续还有更多有意思的内容，大伙儿千万不要错过了哟。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是秃头，你还愿意叫我一声艺术家吗？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Adios。